我是徐乐 tuber 鲁洛。在原神 2.3 版本的更新后，这次也迎来了第一次的双复刻卡池 ，up 的角色为优拉和阿贝多。这次的武器卡池也同时 up 了优拉的专武松濑响起之时，以及比较小把一点的仓谷自由之势。虽然这两个角色洛洛先前都有制作过影片了，不过或许对于一些有原始规划的热们来说会不太清楚应该要怎么抽比较好，因此洛洛这边会快速重点解说一下这次的卡池分析，同时也会说明一下关于这次改版后新增的两个圣遗物，一个是奶妈狂喜的海染砗磲套，另外一个则是滑管梦醒星海套。若是不清楚角色如何抽以及圣遗物该给谁用的话，也可以查看稍后的影片内容，后面也会补充一下关于新的活动送的单手剑沉沙之纺锤。那影片开始前，若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优拉是物理伤害队的第一把输出交椅，大招伤害可以很轻松的打出非常漂亮的伤害数字。也要特别提的一点是，优拉的大招并不是像胡桃一样的瞬间爆发，而是需要暖机叠层的。一技能有冷酷之心的层数叠加 ，Q 大招也有光降之剑的层数叠加，两者互相搭配，并且最大化叠加的层数，才能够打出最大的物理核爆伤害。关于优拉的大招叠层5步教学以及 EQ 技能的 buff 叠加机制，并且零命的优拉和解锁2命后的优拉，在大招叠加层数上的手法也会变得不同，因此想要学会跳舞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强烈建议务必复习洛洛先前制作过的优拉角色分析影片，才会更加了解哦。而优拉在组队上由于是物理伤害为主，因此组队思路上主要就是至少搭配一名雷系工具人做超导，搭配优拉冰元素技能降低敌人物理抗性。另外也需要注意的是，优拉的大招能量需要80点，因此在组队上也要特别搭配一些可以加速元素充能回复的角色。在优拉首次推出当时，还没有什么既能够作为雷系工具人做超导，又能够完美解决充能问题的角色。但是在雷电将军和雷主出来之后，现在优拉的物理队就非常好组了。那再来，为了确保优拉的大招能够吃到暴击，最好也再搭配一名冰系角色，提供双冰共鸣的暴击率加成15%。例如迪奥娜可以作为奶妈兼冰元素角色，是个不错的人选。此外也可以带上满命的罗莎莉亚，大招可以让范围内的敌人降低物理抗性，同时提供充能回复。另外再奢华一点的配对，也可以带上神里灵华，有着高伤害的大招冰元素脱手技能。即便优拉的大招还在冷却的时候，神里也可以暂时作为战场主 C 协助撑场。剩下一名角色就可以放增加大招伤害，像是非满命的班尼特，或是保护优拉在大招叠层上不容易死的护盾角色，例如钟离等等。因此在雷电将军推出后的环境，优拉组上上述那些推荐的角色，就可以很容易的在圣剑螺旋拿到满星，即便灵敏也是具备非常可观的伤害。其他像是记忆的武器和圣物搭配大致上都没有什么改变，一样可以参考先前制作过的优拉影片即可。再总结一下优拉在这个卡池的抽取建议，如果你目前都还没有什么主 C 的话，是可以抽优拉的。另外若你水火冰雷之类的元素伤害队伍已经练腻了，想要玩一下物理伤害为主的队伍，若前面提到的建议队员你也大致上都有了，也可以抽优拉体验一下大招核爆的爽感。灵命大招炸一下20-30万不是问题，满命80到100万更是不在话下。武器的部分也没有一定要绑定松濑大剑，有狼墨或血藏的吸引的话就十分好用，因此也蛮适合平民玩家抽取的。唯独在叠招的部分，务必要确认在手法上能够熟练，这样你的游戏体验才会很不错。命座建议上，1命为关键命座，2命也是蛮推荐的命座，满命最爽。而若是搭配专武一起考虑的话，先抽1命再抽松濑哦。阿贝多主要的定位为提供元素充能效率的副 C 兼辅助角，虽然是看似孤儿的盐元素角色，但阿贝多的被动天赋所提供的125点元素精通加成，也可以置放在元素伤害的队伍中，同时提升能量回复速度。只是在当前水火冰雷的队伍中，比较能放入的元素队伍主要是火队的胡桃加行秋加钟离剩下的空位，或是绑定钟离加阿贝多的双岩带狗阵容。像冰元素队伍不太需要元素精通，水元素伤害为主的主要也是绑定队员绑死死的万达国际队，雷元素输出为主的雷9万班队和国家队也都塞不下阿贝多的位置。因此在新手时期若是角色稀少的情况下，阿贝多是可以放在任何的队伍中来使用的。不过在万叶推出后和风元素扩散反应增强之后，阿贝多的出场率就变得越来越少，同时在后面角色几乎都成型要挑战圣剑螺旋的时候，目前能放的元素伤害队伍就只有火队而已了。
但就算这样，也不用觉得阿贝多用途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多。在 2.3 版本的前瞻直播中，也有提到下一池的5星 UP 角色就是岩系主 C 荒龙一斗，搭配五郎一起加倍的情况下，也暗示了未来岩系纯色队组法的趋势。如此一来，阿贝多在岩系队伍中将会成为一名很重要的元素充能角色，同时处在后台所提供的伤害，搭配 2.3 新推出的滑管套摄影物以及活动送的沉沙之纺锤，让阿贝多在伤害上限上又能够再获得提升。而其他的角色特性，洛洛也有详细在影片中分析过，可以参考洛洛制作过的阿贝多角色分析影片。阿贝多其实真的是洛洛觉得目前5星角色里面培养成本最低的角色。武器方面，在先前的雪山活动就有送好用的4星单手剑斧直之剑，又或是满精炼的3星黎明神剑也就十分好用。在这次的雪山活动送的4星武器也是提供主属性为防御力趴数的单手剑沉沙之纺锤，基本上都不用再花原石去帮阿贝多抽专武，这部分的原石完全可以省下来。此外，圣物属性也是防御力趴数堆好堆满，因此新的滑管型海套也是十分适合阿贝多，命座上也是0命就十分够用，2命和6命都是提升阿贝多的输出伤害。以小颗玩家的角度来说，不太需要花太多原石把辅助角色抽到满命，因此0命就是 CP 值最高的命座了。这次的卡池加倍4星角色为罗莎莉亚、诺埃尔和班尼特，洛洛觉得都是 CP 值还不错的角色。使用满命罗莎莉亚所带来的 Q 大招物理抗性降低和优拉完美契合，同时也是作为提升队伍整体暴击率的辅助角。诺埃尔也是后面要练平民岩队的话，可以看看是否能抽到满命。满命诺埃尔的质变能够让他成为一名岩队的战场主 C， 非满命的情况下只能作为套盾工具人，或是打古元龙息时用来开盾反弹用的辅助角。但诺埃尔的大招也是十分需要充能回复，刚好和这次的阿贝多也十分互补。但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满命诺埃尔才能够成为主 C， 其他命座都只能是护盾工具人。罗莎莉亚和诺埃尔，洛洛也有制作过相关影片，也都可以再回去复习一下角色特性，会更加了解。班尼特的部分也是被誉为6星战神的辣个男人，推荐人人都要拥有的万用辅助角，有1命的话就能够增加大幅的队伍输出体验。此外也要提醒新手，班尼特只要点到5命就好咯，若是点到满命的话，就只能放在以火元素作为主 C 的队伍来使用了。松赖响起之时就是很明显的优拉专武，高白值的白字基础攻击力，但加成不会太高的物理伤害趴数，在设计上就刚好不会让优拉的误伤加成超过稀释数值，并且在被动效果的设计，增加攻速的效果也是让优拉在 Q 大招开之后能够多打一些层数。不过如果是追求伤害量的话，狼墨和蜈蚣大剑的伤害量是高过于同精炼等级的松赖大剑的，因此若原石紧缩的话，也不一定需要抽松赖大剑，只是在效果触发上，松赖最稳定，没有触发几率和绑定队友的限制。狼墨的效果则是要在收割血量低于 30% 的敌人时才能有最大的覆盖率，若是在遇到血量后的大体积敌人就有几率会不触发。而蜈蚣大剑则是需要绑定像钟离这样的护盾工具人才能够吃到完全的被动效果。仓谷自由之势看起来就像是迷你版的松赖，副属性提供的是元素精通。以这把武器来说，最适合使用的角色会是风原万叶。虽然可以使用到这把武器的单手剑角色不多，但若是抽松赖大剑不小心外出仓谷自由之势的话，这把单手剑精炼上去的效果也是十分不错。精炼1的效果为触发 buff 的话，会提供队友16%的普攻、重击和下落伤害，并且攻击力提升20%。而满精炼的话，则是可以提供给队友32%的普攻、重击和下落伤害，并且攻击力提升40%。若是有练万叶的话，可以考虑给万叶配上这把武器。不过在精炼等级不高的情况下，效果上算是普普通通，即便用4星的铁锋刺也就十分足够。因此没打算抽高精炼的话，也并不是很需要急着帮万叶配上这把武器。另外，这把武器的效果也有另外一种配法，就是给七七使用。在不是很在意一技能冷却时间的情况下，给七七拿其实也还算不错哦。接下来也说明一下关于新推出的圣物套装，这2套圣物的名称都有点绕口。海染砗磲套主要就是给真奶妈使用的圣物套装，因此也被卤肉帮的大家戏称为真奶套。而另外一套滑管梦行形骸记，主要就是提供给岩系队伍使用的圣物套装，又颜色土黄的，因此也被大家称为鸡排套。因此若是觉得很难念的话，也就可以记成真奶套和鸡排套啊。关于海染砗磲套，其实就是让可以后台补血的奶妈有机会能够成为坚韧输出负 C 的功能套装，最适合的角色为山武宫星海、七七和芭芭拉。看这个圣物的外形也知道，最适合的角色就是星海，由星海来触发的效果频率是最高也是最好的。而芭芭拉若是要穿真奶套的话，也最好是可以战场奶，效益才会比较好。因为若是将芭芭拉开了阴技能后又切到后台的话，
单靠一技能的奶量是很难让泡沫的记录量达到最大，因此七七和芭芭拉若是都不太会用来战场奶的话，少女套还是更好的选择。另外，请团长虽然看似也是很适合的人选，但毕竟请团长整体在辅助功能上面的帮助，搭配四风套的效益还是比起换上真奶套更好。而班尼特一样超过70%以上血量就不会恢复，因此四宗式还是最适合班尼特。而迪奥娜本身奶量不够多，所以也不适合，因此真奶套确实比较适合给真奶妈来使用会更好。尤其 EQ 技能都可以后台补血的角色最适合。这套圣遗物也会增加奶妈在多人联机时的可看性。以往大家多人联机时总是很少人愿意带奶妈，现在有了这套圣遗物，带上多人联机时可是变得更加好玩咯。再来说明一下真奶套的效果究竟是什么呢？2件套和少女2件套一样提升15%的治疗量，而4件套的叙述稍微比较复杂一点。洛洛在试用过，把总体的效果翻译成比较白话给大家参考。这边的叙述是说，穿戴4件套的奶妈，只要在进行补血时，就会产生一颗泡沫，这个泡沫最多会持续存在3秒，并且在这3秒内累积的治疗量，包含溢出的奶量，都会被记录在泡沫之中。当3秒一到，泡沫就会基于所有记录累积的奶量爆炸。最多可以炸出3万乘以90%等于27000的白字伤害，即便角色处于后台，也依然可以存在这个攻击效果。若一技能可以补血的话，就能真正做到即便算在后台也能够边奶边输出的作用。而这个泡沫爆炸的伤害虽然是白字，但并不算是物理伤害，而是可以受到感电和超导反应的计算方式。因此算是一种类似物理伤害又类似元素伤害的白字伤害，但是不受到元素精通、角色等级和元素反应伤害加成的效果影响。这边的叙述洛洛举的稍微有点复杂，因此要分开来看。叙述里面说结算方式等同于感电反应，应该就是说在奶量转化为攻击伤害的这个过程是和感电反应的计算方式一样的。而泡沫炸出来的白字伤害计算方式等同于物理伤害的计算方式，虽然吃不到暴击率，也不受角色和怪物等级和防御力影响，但是会吃到敌人物理抗性和物理减抗。因此虽然最大的泡沫爆炸会是27000左右，但若敌人本身具备物理抗性，或是我方透过冰加雷做出超导降敌人物理抗性、钟离长衣降低敌人物理抗性等等，是能够再让泡沫的伤害超过27000这个数字。像是打物理抗性本身就减20%的雷影或冰银术士，再搭配超导减抗，就有几率可以炸出32000以上的数字。接下来则说明关于鸡排套滑管梦醒星海记，2件套可以提升30%防御力，适合需要防御力词条的角色。又这些角色大多都是炎系角色，因此阿贝多、诺埃尔和后面即将推出的荒龙一斗与五郎也都十分适用。虽然新的圣遗物套装可以说是最适合阿贝多的套装，圣遗物主属性的部分一样没有变。防御杀、岩伤杯、双爆头、副词条选择以防御力趴数和元素充能效率为主的属性，但若你是穿旧版的圣遗物套装，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总而言之，新的鸡排套可以让阿贝多的炎元素伤害得到更高的提升，因此蛮推荐帮阿贝多和诺埃尔换件新衣服。而4件套效果是在使用炎元素伤害攻击敌人时，可以触发问答效果。战场的时候每 0.3 秒可以触发并叠加1层，处于后台的时候每3秒可以触发并叠加1层，每层增加6%的防御力和炎元素伤害，最多可以叠到4层，也就是24%。若是在6秒内没有继续问答，就会流失1层。若是诺埃尔要触发的话，就要特别注意自身的元素充能效率，尽量保持大招的长驻，否则在诺埃尔没有开大的期间是没有炎元素伤害的。最后也来补充一下关于这次雪山活动送的免费4星单手剑沉沙之纺锤，副词条增加的是防御力趴数，被动效果也会提升基于阿贝多40%防御力的一技能伤害，满精炼更可以提升到80%，真的可以说是阿贝多当前最适合的单手剑，并且只要完成活动就免费送你阿贝多的抓舞，不论外观还是能力都毕业。所以说阿贝多是不是真的是培养成本最低的5星角色呢？也建议大家可以趁现在雪山活动期间，能够趁经验加成效果还在时，把武器升好升满。以上就是关于本次 2.3 版本的角色卡池和武器卡池分析，提供给还在犹豫抽卡的肉肉们，希望给大家有一些抽取方向。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肉肉都会一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实用，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肉肉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卤肉帮会员，每个月请肉肉喝杯鲜奶茶加鸡排。若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可以点击喜欢给肉肉一个鼓励。目前每周日晚上都会固定直播游玩原神，每周1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YouTuber露露露，我们下次见喽。